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雨夜片場突發意外，許凱來接譚松韻，他卻滑倒了。在娛樂圈這個被濾鏡、通稿與人設層層包裹的世界裡，真實往往顯得格外稀缺。可就在那個暴雨傾盆的夜晚，一次看似偶然的接送，卻像一顆石子投入平靜的湖面，在無數人心中激起層層漣漪。許凱，那個一向低調、克制、對私生活守口如瓶的當紅演員；譚松韻，以溫柔、踏實、用作品說話著稱的實力派女演員。兩條本就被命運多次交匯的軌跡，在雨夜的片場，再一次產生了令人難以忽視的重疊。這不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公關秀，也不像是劇組提前安排好的營業名場面。它發生的太突然，也太真實，以至於讓人一時分不清，究竟是在看一條娛樂新聞，還是在旁觀一段未經修飾的情感瞬間。暴雨中的出現，比任何解釋都有力量。據多方目擊者回憶，那晚的天氣異常惡劣，連續數小時的大雨讓片場道路積水嚴重，能見度極低。按常理來說，藝人結束拍攝後，通常由助理或劇組車輛負責接送。安全、效率、風險控制，都是娛樂工業中被反覆強調的關鍵詞。可偏偏在那樣的夜晚，許凱卻選擇了親自前來。沒有助理，沒有隨行人員，甚至沒有常見的排唱。他的車在夜色與雨幕中駛入片場時，已經讓不少工作人員感到意外。而更令人意外的是，他並沒有坐在車裡等待，而是在雨中下車，站在距離譚松韻房車不遠的地方。在娛樂圈，很多事情可以解釋為工作需要宣傳安排人情往來，但當一個人選擇在最不適合曝光、最不利於安全，也最沒有必要的時刻出現時，所有官方話術似乎都顯得蒼白。那一次滑倒，牽動的不只是腳步。譚松韻結束了長達14個小時的高強度拍攝，身體與精神都處在疲憊的邊緣。雨水打濕了地面，燈光在積水中反射出模糊的影子。從房車到車輛不過短短20米，卻成了一段危險的距離。他快步向前的那一刻，沒有人預料到意外會發生。腳下一滑，身體失去平衡，時間仿佛在那一瞬間被拉長。現場的工作人員幾乎同時倒吸一口冷氣。對於演員來說，這樣的摔倒不僅意味着疼痛，更可能意味着停工、傷病，甚至影響整個劇組的進度。而正是在那一刻，許凱的反應成為整個事件的核心。反射動作，還是下意識的守護？多位目擊者表示，許凱幾乎是在譚松韻身體失衡的瞬間就衝了過去。有人說他完全接住了他，有人說他還是輕微觸的，但可以確認的是，他的介入極大程度地減輕了衝擊。那不是經過思考後的選擇，而是身體先於理性做出的反應。心理學中曾提到，人最真實的情感，往往藏在下意識裡。來不及計算後果，也無暇顧及鏡頭與輿論，只剩下一個念頭，不能讓他摔倒。也正因如此，這一幕才顯得格外動人。網絡沸騰，不是課堂，而是被真誠打動。消息曝光後，相關話題在短時間內迅速登上多個平台熱搜。與其說網友在磕 CP， 不如說是在為一種久違的真實而心動。如果這是演的，那這演技也太可怕了。他跑過去的速度根本不像是提前設計。譚松韻那一瞬間的表情，完全是放鬆和信任。不是情侶也沒關係，但這一刻真的很美。雙引號。也有不少理性的聲音指出，不必急着給關係下定義。可即便如此，祝福依然佔據了評論區的主流。在一個對情感逐漸變得謹慎，
甚至麻木的時代，人們渴望看到的從來不是完美人設，而是真誠瞬間。徐凱的克制與譚松韻的分寸，若將這一事件放在兩人的職業背景中來看，更顯得意味深長。徐凱出道以來，作品不斷，卻始終對私生活保持高度克制。他清楚頂流身份背後的風險，也明白任何一點越界都可能被無限放大。因此，這樣一次毫無性價比的出現，本身就足夠說明問題。而譚松韻則一向以謹慎著稱，他對形象的管理並非靠營銷，而是靠長期積累的口碑。如果不是極度信任，他不會在那樣的狀態下毫無防備地向對方走去。正是這種雙向的分寸感，讓這場雨夜顯得格外乾淨。這不是官宣，卻勝過官宣。娛樂圈裡從不缺熱鬧的戀情官宣，卻極少有這樣不靠一句話，只靠一個動作就讓人心服口服的瞬間。他沒有承諾，也沒有標籤，卻讓人相信，至少在那一刻，有人是真心在意的。或許他們的關係究竟為何，仍然只有當事人最清楚，但這已經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在那個暴雨夜裡，我們看到了超越人設與話題的東西，那是一種久違的、溫柔而克制的情感流露。輿論之外，為什麼這一幕會被反覆回看？在熱搜更新速度以分鐘為單位的時代，絕大多數娛樂新聞的生命週期極短，今天沸騰，明天被遺忘。但這場雨夜的畫面卻被反覆剪輯、轉發、慢放、分析，原因並不複雜，它不刺激、不狗血，也沒有明確結論，卻偏偏擊中了大眾內心最柔軟的部分。那是一種久違的生活感，不是站在紅毯中央的光芒萬丈，而是疲憊之後的相互照應；不是精心設計的鏡頭語言，而是突發狀況下最本能的反應。很多網友在評論中提到一句話：這一幕不像是在被看，而像是被撞見。雙引號。從職業風險角度看，這不是一筆划算的買賣。若單純從娛樂產業的理性邏輯出發，徐凱當晚的行為幾乎找不到任何收益最大化的理由。惡劣天氣，夜間行車，無隨行人員，一旦發生意外，不僅個人安全受威脅，也可能牽連劇組、品牌、後續項目，更不用說由此引發的輿論風險。正因為不划算，這次出現才顯得格外真實。業內人士私下評價稱，這不像一個團隊精心計算後的決策，更像是個人意志壓過職業理性的瞬間選擇。而這種選擇，在高度工業化的娛樂圈中，已經變得越來越少見。譚松韻的信任感，恰恰來自她的清醒。與外界的熱烈猜測相比，譚松韻的反應反而顯得克制而自然。她沒有刻意製造話題，也沒有通過社交平台暗示什麼。所有流傳出來的細節都來自旁觀者，而非當事人的主動輸出。這種不介事的態度，與她多年來的職業選擇一脈相承。正因如此，很多觀眾反而更願意相信，這份信任不是一時衝動，而是長期相處下形成的默契。不是張揚的表達，而是無需確認的安心。網友評論精選：比課堂更重要的是祝福。在鋪天蓋地的討論中，一類評論反覆被頂到高位。不管是不是戀愛，這種在危險時刻的反應，已經很說明問題。雙引號。成年人最難得的不是心動，是責任感。雙引號。看得出來兩個人都很珍惜彼此的邊界，這反而更讓人好感。雙引號。如果是真的，希望他們慢慢來；如果不是，也希望友誼長久。雙引號。這些聲音與早年娛樂圈對明星情感非黑即白的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。觀眾不再急於要一個結果，而是更願意守護過程中的真誠。
娛樂圈正在變化，而觀眾比想象中成熟。這起事件之所以引發如此廣泛的共鳴，某種程度上也折射出觀眾心態的轉變。人們不再迷信完美人設，也不執着於標準化的愛情模板。相反，那些略顯笨拙、未經修飾卻足夠真實的瞬間，更容易被記住。有人在評論區寫道：“如果這是偶像劇，我可能會快進，但這是現實，所以我願意反覆看。”雙引號。或許這正是當下娛樂內容最稀缺的價值。關於未來，留白比答案更溫柔。當然，也有人關心一個問題：接下來會怎樣？但或許答案並不重要。在沒有官宣、沒有否認、沒有過度表態的狀態下，這段故事反而保留了最好的形態。它不被定義，也不被消費，只作為一個真實發生過的瞬間，被人溫柔記住。這本身就是一種難得的體面。結語：願真誠被善待，願溫柔有回響。有人說，這個世界已經不太相信愛情了，但事實上，人們只是厭倦了被設計、被消費的情感敘事。所以當真實出現時，哪怕只是一瞬，也足以讓人記住很久。不論未來如何，至少這一夜，徐凱與譚松韻讓無數旁觀者重新相信了真心這件事。願努力的人被溫柔對待，願奔赴的人不被辜負，也願這場雨夜的溫度能在喧囂散去之後，依然留在記憶裡。